到效果事件的影响，梦中的那片海尼安如梦等一系列 S 加大剧延期的延期，撤档的撤档。如今荧屏上只有这部《后浪》作为大制作中的沧海遗珠坚守荧屏。然而，《后浪》作为大剧独苗，依旧播得惨不忍睹，收视在低到不能再低的0.2%的情况下，依旧在努力下跌，戏外更是炮火与口水齐飞。不少网友评论说，果然又一部上星正剧被赵露思的炸裂式演技给糟蹋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赵露思凭一己之力毁了一部剧。10几年前，社交媒体刚刚兴起，还是初中生的赵露思就凭借一张清纯脸蛋和一张自拍照红遍全网，成为初代网红。这一红加速了她进入娱圈的脚步，在18岁刚上大一的年纪，就果断放弃学业，走出校园，参加快乐女声，签下娱乐公司，闯进娱乐圈，跟早年张译、张颂文之流四处跑龙套，不断在剧组遭白眼吃闭门羹。只能一边摔打一边提高修为，优化演技，默默苦熬。她清新自然、可爱清纯的外形，成了她行走于这个圈子的最大杀手锏。这种外形在傻白甜女主泛滥的市场极具竞争力。既不廉价的快餐式甜宠古偶网剧和完全没有表演含量的鬼马少女人设，在短时间内让赵露思快速积聚了人气流量。人气流量又作为行走影圈的硬通货，助力赵露思接到长歌行且是天下星汉灿烂，斥资好几亿的豪华大制作古装。这些大古装爆火，又让她正式摆脱了网红标签，跟热巴、杨紫之流一样跻身顶流女演员的行列，进一步实现华丽升级。获得胡同后浪这样老戏骨众星捧月的上星正剧资源，自然就是水到渠成。赵露思的上位势让我们将她的优势劣势看得一清二楚。优势就是拥有不能保鲜却能实现快速变现、掠取资源的颜值、流量；劣势则是过早走上社会，没有积累学识文化，没有培养好学习能力，脑袋空空，全无内涵。正因她这种劣势，我们在采访和综艺中总能看到她时不时犯蠢的尴尬身影。他能在回答什么是演员的时候用一句演员就是我自己，哈哈哈，把对面采访记者震得哑口无言。对待文化水平低的劣势，他又能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在综艺上夸夸其谈，炫耀自己是考16分的烂学渣，但还是当了演员，成为其他父母眼中艳羡的别人家的好孩子。最要命的是，赵露思作为一名演员，完全不具备深耕剧本、理解、解构角色的能力。以她的新剧《后浪》举例，不仅剧情拉胯，赵露思在里面也跟点燃的炮仗一样，很少有不炸的时候。后浪剧如其名，以孙头头这个后浪为主人公，讲述了他学习中医经历的各种趣事。讲中医就好好讲呗，讲药材、针灸什么都行，可剧情却跟抽风了一样。一开始女主孙头头出场还是个外卖员，自己迟到说谎，让客人站在楼下等了10多分钟，听到退单还不乐意了，外卖一扔，直接浇了人天针一头。幸好是学中医的，吃的清淡，这点个冒菜麻辣烫就完了。关键是行为不合理，有人说他是孤儿，缺少管教，行事乖张。可在社会摸爬滚打这么多年，人情世故反而应该比一些学生要懂得多吧。当众人去清明祭祖，也没要求他干什么，全程一惊一乍，嬉皮笑脸，一点尊重都没有。不知道的还以为被鬼上身了呢。看着大家鞠躬行礼，他大喊着：“你们这叫什么？聚众迷信！”看到摆放供果后，又声称这是浪费粮食。他是孤儿没错，可他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就长这么大个的吧？一个接受过义务教育的成年人，不明白清明祭祀的意义，那都不是没素质，完全没脑子。结果剧情还专门给他安排不少光环，过目不忘，记忆力极好，味觉也比一般人灵敏。好家伙，怎么不说他生下来就手握针灸，口衔灵药，是天选中医人呢？另一边，老中医任新正跟他媳妇的对话也让人摸不着头脑。他们觉得孙头头这样顽劣不堪，需要管教，直言假设有一天他做不了中医传承人，也当不了医生，那他也成为一个知书达理的好姑娘，这不是也为社会培养一个懂礼貌、勤俭持家的好媳妇吗？可这教育的意义就是培养个好媳妇啊，好姑娘就只能是知书达理的样子吗？
假小子性格的女主在这部剧里就是另类，好像所有人都希望她能成为刻板印象里的女性模样。这扑面而来的爹味真是令人作呕。可以说，《后浪》这部剧对于中医文化的呈现太浅显，就是被舒适教育。大量的戏份都给到了女主发疯的日常上，还有不少让人觉得三观尽毁的台词和情节，越看越下头。这剧能拉胯成这样，只能说编剧六六功不可没。而女主孙头头这个角色没能立住，很大原因也与演员有关。赵露思在这部剧里的演绎收获了不少差评，有人称演技好尬，演啥都一个样，声台形表样样皆无，评价相当犀利了。其实赵露思的形象与孙头头还是挺贴脸的，古灵精怪的少女一枚。然而突破不大，还是以往剧作里的老样子，偶尔卖萌装可爱，偶尔大大咧咧，演得又彪又虎。当她因为早起而崩溃，咧个大嘴开始嚎，仿佛要变异了，别把对面的演员给吓到。对于年轻演员来说，似乎只要不在乎偶像包袱，哪怕是五官乱飞也算好演技。但对于观众来说，只有惊吓没有惊喜，真的不必。而且他其实不是中医传承人，应该瞪眼是演技的传承人吧？有时候都担心眼珠要掉下来。清明祭奠时还装得一脸狠样，像是要吃人。等到孙头头未经允许就动了室友的东西，还理直气壮地反驳，睁两个大眼睛说胡话。这要是现实生活里遇见这种人，还不得大耳刮子扇过去？还是头一次看到有人把女主角演的没有讨喜的地方得得瑟瑟，每一个表情和动作都显得格外招人烦。其实孙头头本应该有很多美好的一面，真诚、善良、勇敢，在赵露思的演绎下全都变成了无脑、莽撞、没礼貌，太雷人。不得不说，赵露思似乎跟正剧无缘，演技也就在偶像剧里能看了。上一部口碑扑街的正剧还是央视的胡同，她在里面饰演的甜枣也是个二虎吧唧的样子，自己非要跟男主摔跤，结果咳出鼻血，哼唧一声，仿佛受了天大委屈，还得伸舌头舔一舔鼻血，真是恶心到家了。要么就是哭戏哭得五官乱飞，要多尴尬有多尴尬。关键是拍完这部剧后，连建党建国的时间都分不清，被央视拉出来当作例子批评，面子里子都没有了。很多人觉得不了解角色所处的时代背景，无伤大雅，无关紧要。然而赵露思用事实证明，这完全是谬论。就像前面提到的一样，赵露思在胡同中就是简单复制粘贴古偶大情绪的搬运工，没有或者无能对胡枣这个角色进行更为细腻的深耕挖掘，所以他把从旧中国饱受迫害的苦海中解脱，对党对新中国充满热情和希冀的胡同少女，演成了新时代横冲直撞、玩个性讲自由的95后、00后。角色少了一份那个年代该有的质朴、热情，多了一份自负、叛逆、任性、张扬，角色跟剧情完全割裂。而且仔细回顾赵露思的表演道路，从传闻中的陈芊芊我喜欢你到星汉灿烂，再到后浪，赵露思塑造的全是这种没心没肺的角色。当一个演员始终在舒适圈停滞不前，又何尝不是一种退步的体现呢？就像马伊琍在艺考选拔中告诫后辈和家长的那样，没有扎实的文学基础和文学理解能力，经不起长久竞争。人终其一生，比的是永恒的耐力和终身学习的渴望，而非一时的爆发力。而在18岁早早闯入娱乐圈，做了绝望的文盲，如今只能东拼西凑，复制粘贴炸裂式演技，摆烂到底的赵露思，不就是一个经典范例吗？这样的范例在圈子里不止赵露思一个，比如出道即巅峰，如今演技被观众深恶痛绝的新女郎林允。林允跟赵露思一样，最先就是以酒窝妹子的网红标签打响走红第一炮，从小不爱读书，不学无术，18岁之前胡乱读了中专艺校，就开始在社会上闯荡。在快本上，连小学生都会做的带字带词造句，都为难得他做不出来。做采访录综艺时，词汇量相当匮乏，只会说用好或不好，还开创穿衣服神经、吃东西神经这些千奇百怪的词语组合。参加电影节被记者采访别的女星，一脸淡定，只有她慌张失措，吭吭哧哧一句话断断续续憋不出来。不过没内涵的她比赵露思更幸运，
虽然它完全是一张没有内容的白纸，可偏偏是这种没有内容，让林允在周星驰美人鱼的海选现场占尽优势。这种五官乱飞、完全不过脑子、离谱的不像人类的表情演绎，恰恰证明了林允就是为对人类世界规则懵懂无知的非人类美人鱼而生。然而很不幸，这样的林允只适合演美人鱼，在星爷的其他作品，在影视圈的其他影视作品中，普通正常人横行的次元完全没有他一席之地，强行演绎只会给观众带来困扰和灾难。这种动辄瞪眼撅嘴，动辄五官乱飞，动辄横眉怒目的表演，引得无数观众进祈祷，星爷什么时候出美人鱼2345系列啊？求求他别待在人类的世界祸害人了。文化内涵的先天不足，让林允在美人鱼短暂绽放璀璨了一小会儿。如今作为演员，一二线位置已经没有他的栖身之地，只能重新退守网红舒适圈。总而言之，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收手吧赵露思。演技不行，还混到了中医正剧当中，没有了出彩的人设和剧情加持，这种实力硬伤就成为了败光路人员最大的问题。身为偶像艺人，想要转型不是靠资源就行的，还是应该好好磨练演技才是。那么你觉得他在这部剧里表现的到底怎么样呢？